乐圈的相遇从来都不是偶然。黄兴与邱鼎杰第一次见面，并非出现在正式剧组，而是在一次试镜前的等待区。有人说，那一刻黄兴的眼神像是捕捉到了猎物般的锋利，而邱鼎杰则微微一愣，像是被 Alpha 的气场压制，却又暗暗心动。许多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证实，两人第一次对视时，空气瞬间凝固，仿佛写下了未来无数粉丝的狂热呐喊。这种初见即定格的张力，正是后来 ABO 剧中最打动人的根源。ABO 欲望播出后，最让观众上头的，莫过于两人之间若即若离的暧昧感。Alpha 的压迫， Omega 的隐忍，仿佛每一句台词背后都有看不见的火花。问题是，这种张力真的只是剧本要求吗？还是两人已经将真实的情感带入角色？一些细心的观众发现，他们的对视往往比台本描述的更长，眼神的温度超过了角色需要的范围。这就让无数粉丝开始怀疑，他们是在演戏，还是在偷渡情感？如果说剧中互动还可以解释为演技，那么幕后花絮里的细节就难以掩盖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主持人提问，你们觉得彼此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？黄兴脱口而出，他的眼睛。而邱鼎杰愣了一下，随后轻声回应，他总能让我很安心。这种对答既不像是简单的商业互捧，又带着一种带电的暧昧。尤其是在某次花絮片段中，两人竟在导演喊 cut 之后仍然保持拥抱状态，久久不愿松开，这一幕让粉丝瞬间尖叫。现代 CP 感的升温离不开社交媒体，黄兴和邱鼎杰在抖音上的互动简直就是给糖吃。从对口型视频到互相挑战舞蹈，他们总能玩出一些暧昧的小心思。例如，黄兴在一个视频里模仿咬手指的动作，下一条视频就是邱鼎杰被咬的搞怪表情。这种隔空互动简直让粉丝嗅到恋爱的气息。有人说这是营销，但如果只是宣传，何必要用这么暧昧的暗示？在一次粉丝流出的幕后片段中，两人似乎因为玩笑而接吻。虽然镜头很模糊，但观众依然能清晰分辨，那不是剧情需要，而是自然发生。当时现场一片惊呼，导演甚至愣住，随即打趣说，你们这是加戏吗？黄兴与邱鼎杰相视一笑，却谁也没有否认。这一吻直接把星丘 CP 送上热搜。BL 粉丝们的嗅觉一向敏锐，尤其是真 CP 的潜力股，一旦有蛛丝马迹，就足以引爆网络。星丘这个标签，从剧播出后到幕后吻事件，直接飙升至话题榜前列。粉丝们疯狂剪辑视频，写同人文，甚至将两人的互动做成表情包，在全网传播。这种粉丝狂热，也让他们逐渐被称为内娱第一对可能官宣的 BL 情侣。然而，问题随之而来，在中国娱乐圈，敢不敢公开 BL 关系？无数前车之鉴告诉我们，这样的勇气几乎等同于自毁前程。但是，黄兴与邱鼎杰似乎没有过多回避，他们在公开场合经常互动，甚至不避嫌地站得很近。粉丝大胆猜测，是不是他们已经做好了挑战规则的准备？也有人提出另一种可能，这一切都是高明的宣传手段。ABO 欲望需要热度，而星丘 CP 的话题性正好满足市场需求。但反对的声音认为，如果只是营销，细节就不会那么自然。演技可以控制台词和动作，却难以掩盖眼神与情绪。那些不经意的笑容与依赖，显然超出了剧本范围。在 CP 文化中，总会有两种声音。一部分粉丝坚定相信，他们是真的，磕到骨髓也认定不回头。另一部分则谨慎提醒，大家不要过度解读，以免真情换来失望。这种分裂并未减弱热度，反而让话题更加火爆。因为无论是哪一派，都在为星丘不断制造讨论。有网友发现，两人常常在微博互相点赞，甚至深夜转发彼此的作品。最暧昧的一次是黄兴在凌晨发了一句，你是唯一能让我失控的人。几分钟后，邱鼎杰便秒赞。这种暗戳戳的互动，简直比官宣环让人疯狂。粉丝纷纷截图，
直呼磕生磕死。不仅在国内，海外粉丝同样疯狂。YouTube、Twitter 上充斥着 Shinchio is real 的声音，有人甚至称他们为中国第一对可能官宣的 BL 情侣。这种跨国讨论让他们不再只是内娱的热门话题，而是逐渐走向全球。在娱乐圈，一切公开行为都受到团队严控。但有趣的是，黄兴与邱鼎杰的经纪公司似乎从未强硬否认。相反，他们偶尔还会推波助澜，例如发布两人互动的海报，安排合体采访。粉丝大胆猜测，或许公司已经察觉到，这种 CP 效应远比单人宣传更具爆炸力。除了荧幕和社交媒体，现实生活中的细节更让人浮想联翩。有粉丝拍到两人私下聚餐的照片，还被爆料同住一家酒店，甚至在机场互相照顾行李。虽然无法证明他们一定是恋人，但这种超越同事的亲密，显然不是普通合作关系。星丘之所以火爆，既得益于粉丝的热情，也因为资本看中了这份热度。但 CP 文化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旦关系破裂，粉丝可能瞬间翻脸。因此，问题在于，他们是否有勇气将这段关系真正带入现实。随着剧的完结，按理说话题应该降温，但星丘的讨论反而更加火热。粉丝甚至不再关注剧情，而是全身心投入两人的互动。这意味着，他们已经从演员变成了一种现象，超越了作品本身。从最初的角色代入，到后来无数现实中的甜蜜细节，黄兴与邱鼎杰之间似乎正在悄悄完成一次跨越。如果说最初只是粉丝的幻想，那么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让人不得不思考，这份化学反应是否已经落地为真。如果他们真的敢公开，那将是娱乐圈的一次巨大震动。他们或许会失去一部分保守观众，但同样会赢得全球瞩目与支持。因为在这个时代，真诚与勇敢往往比迎合更具力量。他们会成为中国首对公开的 BL 情侣吗？粉丝屏息以待。到最后，所有讨论都回到一个问题，这是爱情还是精妙的宣传？或许真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们已经给粉丝带来无数甜蜜与想象。无论真相如何，星丘已成为现象级的存在，注定载入 BL 文化史。当粉丝把所有蛛丝马迹拼成一张图画，问题便从他们是不是在演，升级为他们会不会公开。答案从来不止二选一，这里有4条现实又残酷的路径。1. 渐进公开，两人从频繁的私下互动、合体活动，经纪公司微妙的默认转为小范围官宣，比如共同出席活动、代言合照或短视频正式合体。这种方式风险可控，能把热度转化为长线商业价值，但需要强大的公关团队和对舆论波动的把控能力。2. 永远悬而未决，选择把关系保留在暧昧艺术里，既满足粉丝想象，也保全事业安全。这对双方都较为保险，但会让部分粉丝感到被吊胃口，并催生无休止的2次消费。3. 彻底向市场化妥协，以 CP 为核心展开商业化运营，厂牌把星丘作为 IP 包装出售，从联名产品、演唱会到直播带货，一切围绕流量利润。这条路短期回报大，但一旦有风向变动，信任危机会导致粉丝快速流失。4. 意外曝光或被动分道扬镳，私生活被爆出或双方因外部压力、时间表、合约问题而不得不公开分离，这种结局对双方和粉丝都是重创。判断他们下一步的关键信号并不复杂，是否有联合的商业行程？经纪团队是否开始以两人合体为主轴布局？公开场合是否从业务互动过渡到情感互动？值得提醒的是，粉丝的每一次越界、曝光隐私、偷拍、网络暴力都会把偶像推向更保守的选择。从情感层面看，真正的从戏到情需要时间来验证，共度私下生活，在压力下依然互相扶持，愿意为对方承担一定代价，这些才更像真实恋爱而非剧情延展。
商业面上，资本永远会看到可能性，但只有当两位当事人愿意承担后果时，这段关系才可能从现象升格为现实。